在我频道里面，我会发布很多在制作影片之前的一些话题调研、关键词调研，也在影片制作过程中如何剪辑影片的相关影片。但是好像没有一部影片是告诉大家在影片发布之后需要怎么做。很多人会认为影片发布之后就没有自己的事了，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影片发布之后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才能够保证这部影片有正确的发展。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告诉你在影片发布之后需要做的4件事，去给你的频道带来更多流量。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频道，我是 Grayson。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个人品牌，欢迎订阅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入频道使用工具。首先第一个就是查看你影片表现。在你影片发布之后，你可以通过你的 YouTube 工作室或者是 YouTube Studio App 都能够查看到影片的表现。你可以查看到影片发布之后的半个小时、3个小时，还有48小时影片的表现。在你影片发布之后的半个小时， YouTube 就会给你一个排名，会告诉你这部影片在过去发布的10部影片里面，它在30分钟内获得观看量能够排到第几。从这个数据你就能够大概知道观众是否对这部影片话题感兴趣。但是由于它只计算影片发布之后的半个小时，所以它参考意义并不是很大。我有很多部影片在刚开始发布的半个小时可能排在10部影片里面的第7、第8，但是在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一下冲到了前几名。所以大家可以把影片发布之后的半个小时的统计数据当做一个参考。在你影片发布之后的3个小时，你这部影片的整体数据就会统计出来，包括你影片的观看量、展示点击率，还有平均观看时长。同样的也会和你过去发布的影片做出一个比较，这个阶段数据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告诉你这部影片它的表现怎么样，所有观众的反馈都会体现在数据上面。同时这也是 YouTube 算法看重的数据，你的说图是否吸引观众，让他们点击观看，你这部影片的质量是否够好，能够让观众保持观看大部分内容。所以如果你新发布的影片有比较靠前的排名，并且影片的展示点击率、平均观看时长都非常不错，那么恭喜你，这部影片将会有不错的表现。但是如果这部影片只排在了第9、第10，并且各项数据都非常一般，那么很有可能这部影片会有很差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认为在影片发布之后你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你可以从影片的表现数据看出影片的表现趋势。当你遇到影片表现不好的时候，就要去观察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是展示点击率下降了，就会有2个因素：缩图还有标题。一般我会认为缩图对于展示点击率的影响会比较大。这里我推荐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可以更改影片的缩图，所以我建议大家制作一版新的缩图，去看一下数据的变化。如果你有使用 TubeBuddy 的 Legend 版本，那就更好了，因为你可以使用缩图的 A/B 测试，去看一下哪一版的缩图更吸引观众点击。我这边会告诉你如何使用 TubeBuddy Legend 版本的缩图 A/B 测试，并且大家可以通过评论区链接去免费使用30天 TubeBuddy Legend 的版本，去体验一下缩图 A/B 测试功能。如果展示点击率很不错，但是平均观看时长的数据并不好，那么就很有可能是因为影片没有保持观众注意力。这种情况你需要等到影片发布之后的48小时去观察影片的续看率图。在你影片发布的48小时之后，你影片的所有数据都会出来，你可以看到这部影片流量来源，观众是通过哪个渠道来观看你的影片，并且这部影片它推荐量有多少。还有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你影片的续看率图，从这个图上你就能够看到观众是在哪个时间点离开你的影片，在哪个时间点跳过了影片内容，这些你都可以从续看率图里面找到答案。所以你就需要在你影片发布之后观察这些数据，去找到一些不足的地方，并且记录下来，这样在你之后制作影片的时候，你就能够慢慢改进这些不足的地方，这样就能够避免你一直犯同样的错误。这个步骤非常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花时间在影片发布之后去查看一下它的数据表现。第二个就是回复观众评论。在影片发布之后，你需要尽可能的回复每个观众留言。如果你还是一个小频道，你就更需要做到这一点。我发现有很多创作者都忽略了这一步，其实这一步非常重要。我在新影片发布的1个小时后，都回复所有的观众留言，之后过了1天，我会把剩下留言都回复完。其实回复评论对你频道发展是有非常重要作用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这是 YouTube 算法看重的影片互动数据。如果一部影片观众的评论越多， YouTube 算法就会认为观众喜欢观看这部影片，就会给更多推荐量。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想要在 YouTube 上面建立一个非常团结的、凝聚力强的社群，那么就要积极的回复观众评论。这一点我在我频道里面有深刻体会。我每发一部新影片，在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就在评论，我也很感谢大家能够花时间去观看我的影片，
去留下你们评论，所以会积极的回复你们每一个人评论，因为我想让你们知道你的评论我都看到了。所以当其他大部分创作者都不愿意花时间去回复观众评论，而你却愿意每天花时间去回复观众评论，那么观众就会感到你在尊重他们，他们评论你看到了，他们感觉到被重视，所以他们就不停的回到你的频道去观看你更多新的影片，去给你留下评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评论是能够被你看到的，你是会回复他们的。但我也知道有很多频道，特别是刚开始经营的小频道，是没有办法获得很多观众评论的。这其实并不代表你的影片质量很差，观众不喜欢观看，只是他们不知道应该给你留下什么样的评论。所以这里我建议大家，你需要主动的鼓励观众给你留下评论。你可以使用2种方式。首先第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在你影片里面呼吁观众留下评论，你可以问观众一个问题，然后鼓励他们在底下评论区给出答案。第二种方式就是你可以置顶一个评论，在这个置顶评论里面，你也可以问观众一个问题，然后让观众在底下留言给出他们答案，这样观众会有目的性的去给出一些评论，这不仅能够方便观众，你影片的互动率也增加了。第3个就是你要做影片的推广，为了让你的影片尽大可能去触及到观众，你需要做出一些影片的推广。因为大部分的观众都是有订阅非常多的频道的，即使他们打开了小铃铛，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及时观看你的影片。就像我一样，我订阅了非常多的频道，有时候在他们发布影片之后，我会及时的观看，但是有时候他们发布的影片我会过几天才能够观看，所以就需要通过多种形式去提醒观众你的新影片上线了，让他们来观看这部影片。对于我来说，我会使用3种形式去推广我的影片。首先第一种形式就是我会发布社区的贴文，在我新影片发布1个小时之后，我会发表一个社区贴文，在这里面我会告诉观众我的新影片上线了，并且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就吸引他们点击观看这部影片。第2种方法就是我会通过 IG， 我会在 IG 里面提醒我的粉丝我有新影片上线了。在 IG 上面推广我会有2个步骤，首先在影片发布之前的10个小时左右，我会预告我的新影片上线，我会告诉观众这部影片主要是讲什么内容的。在影片发布之后，我会提醒观众我的新影片已经上线了，并且附上影片的链接，观众就能够非常的方便点击一下链接就能够开始观看。第3个方法就是我会发送邮件，因为我每周会发布3部影片，所以我会选择一部进行邮件的推广，如果感兴趣的观众就会点击观看这部影片，所以会使用这3种方式去尽大可能让我影片在发布之后的48小时之内获得更多流量。如果我的影片在这段时间内能够有好的表现，那么就能够刺激 YouTube 算法给我更多推荐量，去推荐这部影片给更多观众观看，从我的这部影片就能够获得更多流量。第4点就是你要去奖励自己，这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你成功发布一部影片之后，你需要奖励自己，因为你花了很多时间去想影片的话题，去写影片的脚本，去录制影片、剪辑影片。说实话，制作一部影片的工程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发布完一部影片之后，并没有适当奖励自己。我们总是在追赶下一个目标，去想下部影片的话题，去准备下部影片的工作。其实这样对我们创作者身心健康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在成功发布完一部影片之后，需要适当奖励自己。你可以去看一集你喜欢的电视剧，可以去看一部你喜欢的电影，或者是说吃一顿好吃的，和朋友聚会等等。你需要暂时抛开你的电脑屏幕，去暂时抛开你的相机，去暂时抛开 YouTube 的数据，去享受你个人放松时光。因为当你给自己放松了，你紧张的大脑才能够得到休息，这样会给你更多灵感。因为我们要记住 YouTube 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你不能够要求自己在短时间内就取得巨大成就。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在制作完一部影片之后，是否有给自己一些奖励，是否有给自己一些放松时光。在影片发布之前，需要把你影片上传到 YouTube 上。YouTube 影片上的步骤有非常多，所以就会导致有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设置。如果想知道正确的 YouTube 影片上传流程，可以去看我这期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个赞。如果你很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如果想和我更多互动，可以关注 IG， 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入频道使用工具。那么下次再见，拜拜。